同志们，最近刷到上海街头视频没？清一色的中分锅盖头，长款大衣，一开口全是思密达，火锅店、外滩、豫园全被他们包场。有人调侃，现在上海的榜一大哥已经换成韩国中产，这热闹程度堪比春运抢票现场。还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跟大伙聊的韩国挣钱中国花，首尔挣钱上海花不？当时就有兄弟在评论区抬杠，说我夸大其词，说韩国人哪能天天往中国跑呢？结果现在呢，数据直接打脸。2025年以来，涌入中国的韩国人数已经突破了840万，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17%。这还没算上李在明访华带来的这波热度。韩国总统李在明带着三星、LG、SK 这些财阀大佬组成的豪华天团访华，4天行程安排的满满登登，又是签15份合作文件，又是喊搬不走的邻居、分不开的伙伴的口号，这诚意看着不像是装的吧？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个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：这波李在明带着半壁韩国来求和，诚意满满之下，会不会彻底打通中韩民间往来的任督二脉？韩国挣钱中国花会不会从个别现象变成席卷韩国中产的潮流？咱们之前怀念的韩娱回归、民间热络，这次真的能实现吗？今天这期大招就来说说这背后的门道，保证让你看得明明白白。首尔挣钱心发慌，上海落地味鲜香，房租未交人已瘦，火锅一涮见曙光。非是他乡更温柔，只因物价太猖狂。算盘一拨天地转，钞票偏爱过长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先跟新粉补个课，老粉们也跟着回忆一下。我上期就跟大伙算过一笔账，在韩国过日子有多烧钱。一碗普通的拉面要50块人民币，一个西瓜敢卖100多，打个车起步价就要20-30，稍微远点70-80就没了。就算是月薪2万人民币的韩国中产，扣掉房租、水电、日常开销，最后也剩不下几个钱儿，妥妥的月光族。有韩国网友在 TikTok 上吐槽说自己在首尔省吃俭用1个月，结果来上海玩了3天，吃住行全算上，花的钱比在首尔待1个月还少。这话听着夸张，但咱细算下来真不假。首尔飞上海的机票才700多，上海一碗面20块，反季麒麟瓜20-30块就能实现吃瓜自由，一顿火锅人均70-80，吃到撑。更别说5星级酒店价格，上海比首尔便宜1半还多，这换谁他不心动的？这就是韩国中产的核心痛点，收入看着不低，但生活成本高到离谱，享受生活都得精打细算。孟子说：“民之谓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”韩国中产看似有稳定收入，但物价高房价让他们根本就没心思享受生活，这就是典型的有收入无幸福感。而中国呢，尤其是上海、青岛这些城市，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出口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就算中国便宜，跨国旅游也麻烦，签证、机票、语言都是问题。但现在不一样，中国对韩国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，韩国人只需要带上护照，买张机票，直接就能飞过来待15天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这简直比咱们从北京去上海还方便，根本不用跟签证官掰扯，也不用准备一堆材料，说走就走的旅行直接实现了。孙子兵法说：“天时地利人和。”免签政策是天时，中韩地理位置近，飞行时间短是地利。韩国中产想逃离高成本的生活，中国有丰富的消费场景是人和。这3个条件凑到一块儿，韩国挣钱中国花，首尔挣钱上海花的现象能火起来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最近斩杀线以后，甚至有人从英国打飞机来中国看病，反而比英国便宜。我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上海有个火锅店老板说，现在每天晚上10点以后，店里全是韩国食客，最多一晚上能接待100桌，少说也得500-600人。为了服务好这些思密达，老板不仅备齐了泡菜，还专门培训员工说韩语，比如撒浪嘿思密达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一群韩国人围着火锅涮肉，跟服务员用韩语聊天，旁边桌是中国人吃着麻辣锅底，
这国际范儿直接拉满。还有个笑话，说现在上海街头辨认韩国人比排队买奶茶还容易。韩国欧巴们清一色中分锅盖头，配上长款大衣，简直像穿了统一制服。韩国妹子更狠，大冬天穿着露脐装，在寒风里凹造型，主打一个风度至上，要风度不要温度，被网友调侃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冻美人。他们的打卡路线更是精准的像照着课本走，浦东机场坐磁悬浮，外滩看夜景，豫园逛庙会，南京路购物，最后再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爱国打卡。注意李在明这次也特意去了这个地方，比旅行团安排的还周到。说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，这就牵扯出韩国人来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了——历史情节。很多韩国人都知道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最早是在上海成立，对他们来说来这里就相当于寻根祭祖。一到周末，这里的热闹程度堪比商场双11，全是来拍照打卡的韩国思密达，有的还专门带着孩子来，给孩子讲当年的历史。这就是《论语》所言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历史记忆总能拉近距离，让两国的民间往来更有温度。除了上海，青岛也成了韩国人的新宠。青岛的羊城区早就成了韩国人大本营，街头随便走一圈都能听到韩语，公交车上一半是韩国阿姨，公园里跳广场舞的也有不少韩国舞者。有人开玩笑，青岛应该专门开一条韩式旅游专线，从韩式烤肉到韩国超市，再到韩国人聚集的社区，一站式体验韩式生活。看到这儿，可能有家人会问，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流，跟李在明访华有啥关系呢？这关系可大了。民间交流是基础，但政府层面推动能让这种交流从自发变成常态。李在明这次访华虽然重点是经贸合作，但他在演讲里专门提到了周五下班后的上海之旅，深受韩国年轻人欢迎，还说要推动两国的文化与服务产业合作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，背后全是生意。咱们先看看李在明的韩国代表团阵容，除了三星、现代这些制造业大佬，还有 SM 娱乐的代表。SM 娱乐是谁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他培养出了东方神起、少女时代、BTS 这些顶流韩团的公司，他们跟着访华，明摆着就想借这波热度重启中韩文化交流，让韩娱重新进入中国市场。毕竟中国当年的哈韩潮可不是盖的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所言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政府层面的合作打开了大门，企业和民间的交流自然水到渠成。李在明访华时还说，中韩建交30多年了，从65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2729亿美元，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，韩国也是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。两国地方政府的交流项目从8项增加到700项，人员来往早就形成了规模。他还强调要创造两国人民切实可感的成果，而最切实可感的成果，不就是民间往来更方便，消费更顺畅，交流更频繁吗？有人可能会担心李在明的诚意会不会只是表面功夫？毕竟之前尹锡悦政府也搞过不少对华强硬的政策，但这次不一样，跟着他来都是韩国的经济命脉，三星、LG 这些财阀，他们的利益跟中国市场深度绑定。韩国有句老话，铁打的财阀，流水的总统。总统可以换，但财阀不能倒。这些财阀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产业链，自然会推动韩国政府跟中国搞好关系，民间往来也就有了持续的动力。更重要的是这次访华还签了不少实打实的合作文件，涵盖科技创新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经贸合作等多个领域。这些合作不是空中楼阁最终都会落到民间层面。比如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，以后中韩航线会更多，机票会更便宜，韩国人来中国会更方便。经贸合作深化，韩国的商品能更顺畅地进入中国，中国的商品也能更容易卖到韩国，两国人互相消费的渠道就更通了。说到这儿，就得聊聊大伙最关心的问题：李在明访华后，韩国挣钱中国花的现象会更普遍吗？我的答案是肯定会，而且会从节假日旅行变成常态化消费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有3个核心原因。第一，政策会更便利。李在明已经明确表示，韩国政府会和中国政府加强协作，为企业跟人员往来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。现在中国对韩国是单方面免签，说不定以后会变成双向免签，到时候韩国人来中国，中国人去韩国都方便。
民间往来会更频繁。就像携程的数据显示，自中国对韩国免签以后，韩国访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31%，机票跟酒店订单分别增长了90%跟163%，政策的威力可见一斑。第二个原因，成本更低。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推进，商品的关税会更低，韩国的商品在中国卖得更便宜，中国的商品在韩国也会更有竞争力。而且随着航线的增加跟合作的深化，机票、酒店这些旅行成本也会进一步下降。到时候韩国人来中国消费会觉得更划算，自然愿意常来。第三，消费市场会更丰富。现在韩国人来中国主要是吃美食、逛景点、购物。以后随着文化产业合作的深化，可能会有更多的中韩联合演出、影视合作、体育交流。消费场景会从观光购物扩展到文化体验、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，比如 SM 娱乐跟着访华，难免以后会在中国举办更多的韩团演唱会。韩国的年轻人来中国看演唱会、旅游会成为一种新潮流。当然，也有人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一边来中国消费一边搞小动作的情况？比如以前萨德事件的时候，韩国一边挣中国的钱，一边损害中国的利益。但现在不一样。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越来越强，韩国也越来越清楚，和中国搞好关系对自己更有利。李在明在访华时也明确表示，要珍视韩中关系最宝贵的财富，也就是互信互惠。这就是管子所言，信者天下之大宝也。国家之间有了信任，民间往来才能长久。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，韩国年轻人现在流行 YOLO 的生活态度，就是人生只有一次，要尽情享受当下。他们在韩国买不起房子，就把钱花在旅行消费上，而中国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性价比超高的消费场景，既能享受高品质的生活，又不用花太多的钱。就像有个韩国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说，在首尔省吃俭用1个月，不如来上海消费3天，既能吃遍全世界的美食，又能打卡好玩的景点，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当然，咱们也不能盲目乐观。中韩民间往来的深化也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，比如语言沟通的问题。虽然现在很多商家都开始学韩语，但还有不少地方存在沟通障碍，还有消费习惯的差异。韩国人注重细节跟服务，咱们的一些商家可能需要提供服务质量。现在这些都是小问题，随着交流的增多自然也会慢慢解决的。就像义乌的大爷大妈，为了接待外国游客，英语说的比母语还溜。地摊老板、擦鞋阿姨都能跟外国人顺畅交流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义乌的大爷大妈都能去当外交官了。这就是民间交流的力量。为了更好的做生意更好的相处，大家会主动的去适应、去学习。最后咱们总结一下，李在明带着豪华天团访华，诚意满满，不仅签了实打实的合作文件，还明确表态要推动民间交流。这对于韩国政权中国化的现象来说，无疑是火上浇油，会让更多的韩国思密达愿意来中国消费、旅行、生活。而这种民间往来的深化，不仅让两国人民受益，还能增进相互了解，让中韩关系更稳定、更长久。道德经说大道之行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国家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相互成就、互利共赢。李在明访华推动的中韩合作，无论是在经贸还是民间往来，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以后我们在上海的火锅店能看到韩国人涮肉，在首尔的街头能看到中国人逛明洞。这种跨国民间的热络，才是真正的邻里情深。家人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韩国游客？你觉得韩国挣钱中国化会成为新潮流吗？如果以后中韩双向免签，你会不会去韩国旅游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点赞关注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